我的父亲呢是一个小学教师，后来又成为一个乡村小学的校长。小时候啊，我家呢在一个招待所里，每天有很多南来北往的一些客人，他们都带着很多书。因为我们在农村嘛，乡村书很少，所以我经常是跟客人们借书。我必须在短时间内把他们的书看完，所以也培养了这个快速阅读的这样一个能力。因为我们知道人类的教育梦想其实就是2个梦想，对吧？一个就是教育公平，一个就是教育品质。所以这也是整个新教育一开始就给自己确立的两个很重要的方向。一方面，我们要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好的教育。所以新教育实验大概50%以上的学校在乡村，因为根据木桶原理，这个木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这块板。那么教育也是这样。如果中国的乡村教育没有高品质，中国的教育就谈不上高品质。中国曾经产生了一个很有意义的行动，叫做希望工程。到了00年前后，人民群众对教育的需求升级了，朱永新先生他们提出了新教育实验这样一个行动。所以这个行动这个计划实际上是希望工程的升级版，是由注重物质转向注重物质和精神并重，以注重精神为主。1999年啊，我读了一本书叫《管理大师德鲁克》，看到这个最后的一个部分的时候，让我很感动。熊彼特他对自己的学生说，仅仅靠理论流芳百世是不够的，除非你能够改变生活。这句话在书里面就是很普通的一句话，但是对我来说，我说是相当于扔那个心灵的原子弹。因为在此之前，我一直在大学里工作，追求的就是出版、发表、评奖，有各种各样的荣誉。但是写了那么多书，到底多少人在看？到底能够改变多少人的生活？能不能影响我们的教育，影响我们的教师？没有。所以我就决定，真正的要走进教育生活。1999年，朱永新老师来到我们湖小，给全体老师做了一场报告，我的教育理想。我也非常有幸有机会到贵州凤岗去做一个新教育的公益的支教者，这是新教育带给我的力量。于是，我想一个人追梦只是一个人的力量，我应该带领更多的人行走在新教育追梦的路上。因为我和我的学生们是新教育的践行者和受益人，所以我特别想把新教育的理念和行动带到新疆和田。我在那里带动那里的老师和同学们，我们一起进行晨诵、午读、默醒，带着老师和同学们一起进行创作。老师们更加感受到了新教育课堂的美好，孩子们更多的体会到了创作的快乐，学习的氛围越来越浓厚。你们大概多长时间看一本书？薄一点的就几天。对，一天几天。薄一点的1天就看完，好厉害啊！你可以坚持，谁能够坚持试试看，会收获很大。儿童时代对阅读的这样一种追求、渴望。也让我自己能够意识到，这个阅读可能是一个人一生成长中最关键、最重要的因素。在探索新教育实验的时候，我们就把营造书香校园作为整个新教育实验的底色，或者说第一个行动。我其实从小就是一个喜欢阅读的孩子，但是我总是不知道自己应该读些什么书。在新教育实验当中，老师会向我们推荐很多有意义的书籍，我们通过这些书籍呢，塑造了性格，也培养了阅读的好习惯，让阅读成为了我能够保持到现在的爱好。我家的孩子呢，就是他特别的积极阳光而且他始终很淡定，比我还强大。
所以呢，我就在想，他为什么有这种能力呢？我觉得这和新教育帮助他建造了一个比较有趣味而且比较自足的这样一个精神世界有很大的关系。作为一线教师，我觉得新教育是一种爱的教育，是一种带有温度的教育。看到他们的变化，我感到十分的高兴。我会和他们一起阅读，一起写日记，一起写课本剧，还一起演课本剧。我们在用这样的一种方式体验着教育和学习的快乐。到了本世纪初2000几年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新教育就逐步成型了，就是具体的6大行动，后来10大行动。另外呢，从规模来讲，从单个的个体到一个个的学校，最后又到实验区，最后区域推进这个规模越来越大。最近10来年呢，我觉得新教育它进入一个课程开发、国际影响的阶段我们的理念、我们的行动，最后它把它课程化，比如说生命教育，比如说陈宋武同步行比如说科学教育、人文教育等等等等同时呢，影响越来越大。我们每年搞一次国际论坛不只是中国的教育者在思考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一些这个教育者也对新教育感兴趣，也在思考。我们也不断的通过国际论坛呢，汲取更多的营养。如何朱永新获得2022年一丹教育奖？朱永新引导的新教育，在解决世界教育难题方面，至少做了2个重要的贡献，一个是教育的阅读问题，另外一个是教师的专业发展。这2个问题都对世界上的教育公平和教育均衡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鲁迅先生获得了一丹奖，一丹奖可是国际上教育界的一个重大的奖。这个奖是对朱永新先生的充分的一个肯定，也是他在教育界的所付出的努力一个高度的评价。形成了一种社会上的合力。这个合力呢，就是推动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呢，多读书，读好书。我认为呢，这是非常值得称道的。我衷心的祝贺朱永新主席荣获一丹教育奖。这不仅是对他本人多年来致力于探索新教育的充分的表彰和肯定，也是和他一起努力探索新教育的工作者、实践者的光荣。一丹奖跟我沟通说，希望你拿到一丹奖以后准备做什么，这个奖金怎么用其实我已经决定全部捐赠给我的母校苏州大学。我准备在苏州大学呢建一个新教师基金，我想做一个未来教师的4点班或者说教改班。同时呢，我还想做一个在职培训教师的新的模式的探索。一旦有个名师堂，邀请他们来当我们这个班的导师，我把它称之为叫种子班这个班就是为未来的中国培养教育的种子，也为新教育培养我们未来的种子。还想做一个国际班，因为一丹奖是期待它的获奖项目能够推广到全世界所以我准备在10个左右的发展中国家，每个国家招募2到3名左右的校长或者教师到中国来学习，那么回去以后能够成为新教育的传播者、新教育的实践者。同时呢，我还想做一个乡村教师的整体提升项目，每年选1到2个乡村这个振兴的重点县，那么帮助他们整体去提升教育品质。那么最后一个项目就是我们网络，把它做成一个开放性的平台，我们把资源放在网上去，这样可以对全中国的教师，乃至于未来有可能对世界的教师可以开放，真正的能够为中国的教育发展，乃至于为世界的教育做一些探路、探索。